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人徐，欢迎回我的频道。最近天气开始变冷了，是不是想吃一些热热的东西呢？可能很多人会想说，我要吃火锅。今天我要推荐一间非常厉害的姜母鸭店，而且它可是全台霸味姜母鸭的总店哦。影片开始之前，我一定要说这间真的很厉害，一定要把我的影片看完，然后去吃就对啦。这家霸味姜母鸭全台总店位在三重的重阳路上，距离三重捷运站走路约10分钟。店内就是很台味的布置，非常姜母鸭店的气氛。入座之后啊，你会先拿到一张像是那个学生时期考试的那个画卡的菜单，非常的有趣。画卡单上面的数字代表的是份数，你可以依照你的人数、食量来做选择。基本上我们姜母鸭就是点一份姜母鸭大概2到3个人吃。以下呢都是我们来吃一定会点的，像是霸味卷、鲜豆皮、霸味小丸子、高丽菜，还有一些内脏类的新健肝，通通都点起来。再来玉米笋，还有米血糕也是必点。最后面线肯定要来一份，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必点的选项。点完之后把单子拿给店员就可以咯。座位上都有放着他们的酱料，这个豆乳酱我真的超级喜欢，我每一次都想把这一瓶带回家。豆乳酱就是跟姜母鸭非常的搭，一定要沾爆。另外他们也有辣椒酱油，他们的辣椒真的很辣，那个辣味是停留在舌尖上很久不去的那种，你怕辣的人真的要小心。很快的，我们的姜母鸭就送来啦。没错，吃姜母鸭就是要有这个专属的瓮才是最对味的。下面像水桶的东西就是有炭火，就是他们的炭炉。现在还秉持着用炭炉来煮姜母鸭的店已经越来越少了。然后每一锅姜母鸭在送来之前，他们其实都已经把姜母鸭的锅底有煮好了，所以送来的时候有一些料啊，店员会帮你先加进去煮，基本上送上来的时候已经是可以开吃的状态，这点真的非常的贴心。首先，为什么我会很喜欢这家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汤真的超级好喝。他们家的汤头是浓郁到不行，会有淡淡的姜味，带上比较浓郁的麻油味，麻油的味道非常的香，而且喝起来真的很顺。尾韵会带着甘甜，当然如果你是喜欢姜味再重一点的，你可以请店家帮你调整，但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原本的风味，不用再加姜就非常好喝。另外，如果你是喜欢带有一点酒气、酒味的人，你也可以另外再单点米酒加进去。首先，他们家一定要点的就是这个面线，面线用很简单的麻油跟油葱下去调味，店家把面线处理得很好，面条是有 Q 劲的，不会一坨烂烂糊糊的口感，加上麻油味很够，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满满的麻油香气，真的超级好吃。我们每一次来吃一定都会先点一份，然后把这个面线当作是吃姜母鸭的开胃菜，但是也不用点太多，不然后面更好吃的东西会吃不下了。第二个必点的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米血糕，虽然他们家米血糕也不是说多特别的米血糕，但是米血糕用他们家的汤头煮过之后就是非常的好吃。我们自己是习惯把米血煮久一点，米血就会吸附了汤汁的麻油香味，而且煮久了之后那个米血会稍微软一点，但还是 QQ 的，口感会更好。然后我自己更爱的是用米血去沾他们家的豆乳酱，真的超级好吃的。再来也是他们的人气商品霸味卷，也有人叫他们00卷，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豆皮，但是它超级不一般的，基本上每一桌都一定会点。它的吃法就是夹一块放进去锅里煮约3到5秒就可以了，因为它比一般的豆皮再更轻薄，所以它更好去吸附那个汤汁。但我当然要吃的时候也是要非常小心，因为它会吸附了满满很烫的汤汁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猫舌头的人，你一定要先吹一下再吃，不然你一定马上就会烫伤了。吸附了汤汁的霸味卷真的超级好吃，而且比一般的豆皮好吃10000倍，一定要点。再来，我们每一次来一定会点他们的内脏类来吃，鸭肠是我们的第1名，鸭肠店家都是已经有先处理过，看起来都是非常干净的。内脏类的煮法就是用他们给的捞网来煮，千万不要直接丢进去锅里面哦，会消失不见。
然后稍微穿烫一下就可以吃了。他们家的鸭肠是脆脆的口感，吃起来会烤烤的，很好吃。即便只是稍微穿烫一下下，也是会有吸附到它的汤汁，所以香气很够。而且鸭肠没有任何恶心的味道，我们非常的喜欢。另外我们也点了鸭心、鸭腱、鸭肝，内脏类的店家都会给你这样一盘一盘的，然后让你们自己煮，毕竟就是内脏类稍微穿烫过就可以吃了，自己煮也比较能够掌握那个口感。他们家的鸭心不是给你一颗的，它是把一颗心切开来，变成有点像薄片的感觉，所以稍微穿烫一下，很快就熟了。鸭心吃起来很 Q， 而且是稍微比较有韧性的口感，虽然比较没有吸附到汤汁的香气，但是我自己更喜欢的是沾豆乳酱来吃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豆乳酱真的很厉害，沾什么都非常厉害。鸭腱也是很多人会点的，但平常我们来吃比较不会点这个，但是因为想说要拍片要介绍给大家看，因为他们家的鸭腱吃起来我觉得是比较偏硬的，就是有点难咬的那种，而且你在咬的时候还会有一点脆脆的感觉，是说口感蛮好的，只是我们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吃起来偏硬的感觉。鸭肝也是他们很有人气的内脏商品，鸭肝也是一样，就是放到捞网里面，但鸭肝我们会稍微烫久一点，因为怕没熟。他们家的鸭肝吃起来是粉粉嫩嫩的口感，但不会有恶心的味道。但是确实，因为鸭肝它本身的鸭味比较重，应该是说我觉得鸭香气比较足够一点，而且他们家的鸭肝每一块都是很扎实的那种，不会煮一煮就软烂碎掉的，我们自己很喜欢。是说他们家的内脏类新鲜度都很够，所以吃起来都不会有不好啊或是恶心的味道。如果你敢吃内脏的朋友，这3种都要来吃吃看哦。介绍了这么多，一直没有讲到姜母鸭的重头戏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鸭肉就是要再炖久一点才会够香，肉才会更好吃。吃姜母鸭最怕的就是鸭肉会很干柴，但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不会，真的，他们家的鸭肉吃起来就是很软嫩。而且重点是因为鸭肉煮比较久的关系，那个肉都有吸附到汤汁，所以整个麻油的香气又更足了。稍微沾一点豆乳酱，又可以把那个美味带到高点，真的超级好吃。他们家的姜母鸭大多都是以切块带骨的鸭肉下去煮，所以也是会有像这么大只的鸭翅。如果你是喜欢吃骨边肉、喜欢啃骨头的朋友，他们家你一定会超爱，因为几乎这一锅的鸭肉你都可以啃到非常开心。再来要介绍的就是霸味小丸子啦，也就是鸭肉丸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鸭肉丸是如果你在点餐的时候你没有点，店员还会问你说你们不吃这个鸭肉丸吗？可见他们对这个商品是很有信心的。他们家的鸭肉丸是真的很强，咬下去会有满满的汤汁，而且鸭肉丸吃起来会有一点脆脆的口感，不是像贡丸那种肉浆感。加上他们家的鸭肉丸扎实 Q 弹，你一样沾一点豆乳酱就是超级美味，绝对会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。如果你是喜欢吃腐皮的朋友，他们家的鲜豆皮也是必点的商品。虽然跟零卷比，我比较喜欢零卷，但是鲜豆皮煮透之后也是吸附了满满的汤汁，也是非常好吃。每次吃姜母鸭也是会点一些蔬菜去搭配，他们家的蔬菜有很多种，但是依照自己喜欢吃的蔬菜点就好了。我们自己比较常吃的就是玉米笋、高丽菜。玉米笋就是蛮普通的玉米笋啊，但是我必须说，玉米笋沾他们家的豆乳酱也是绝配。高丽菜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点，把高丽菜丢下去炖煮，把菜煮透煮烂，它就会吸附了满满的汤汁，真的超级好吃。然后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啊，店员会一直来帮你加汤，所以你真的不用怕汤不够喝，这点真的是我非常喜欢来内用的一点，因为可以一直喝到很浓郁的汤底，真的超级满足。当然很多人来吃姜母鸭，特别会是跟朋友啊同事聚会的时候，总是会来上一杯嘛。霸味姜母鸭他们自己也有出了霸味啤酒，他们采用的是乌克兰当地的原料，在乌克兰产制的，它的外包装也是沿用了非常有台湾味的霸味设计，真的是蛮特别的。他们家的啤酒喝起来不苦，是比较清爽型的啤酒，麦味也不会太重，搭配他们家比较重口味的姜母鸭，我觉得真的算蛮搭的啦。来上一杯霸味啤酒，会有一种解腻的感觉，这真的蛮厉害的。不过就是霸味啤酒一瓶要价79元，我觉得是有一点贵啦。但是因为刚好这一次来用餐的时候有活动，你只要内用或外带就会免费送你一瓶霸味啤酒，也算是蛮不错的啦。
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总店就是有它的水准跟厉害之处，不管是坚持使用炭火、炭炉，让木炭都能够让汤头维持在暖乎乎的温度，在天冷的时候围在炭炉旁边吃也是非常的温暖。食材的方面，不管是鸭肉、内脏、火锅料或是蔬菜，我觉得都是用很新鲜的食材，而且他们家的汤头真的没话说，绝对是我心中第一名姜母鸭的汤头。真的每一次想喝汤的时候，都会非常想念他们家的汤。至于鸭肉的本身，真的也是严选的鸭肉，所以把鸭肉煮透还是很软嫩的口感，真的是非常喜欢。他们会成为排队名店，真的实至名归。我们这次2个人来用餐，外收5%的服务费，总共是1000出，基本上我觉得算是吃得蛮饱的，分量也蛮够的。当然，因为他们家晚上的餐期，不管是平日或假日，都是这样大排长龙，生意非常好。真的，你很想要吃到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假日5点前你就要来吃，通常不会等太久。如果假日尖峰时刻，至少都要等半小时以上。如果人多的时候啊，记得先到骑楼电视下面先抽号码牌，店员会依照顺序叫号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想等那么久，你也是可以选择外带锅底回家煮。我们也很常来外带锅底啦。那除了锅底之外，他们也有外带的套餐，但我们自己没有买过他们家的套餐。不过，如果你有特别想吃他们家什么样的料，你也是可以额外单点购买。另外，由于霸味姜母鸭没有附设停车场，邻近的停车场大概都需要走路约5到10分钟的距离。停车场的资讯也分享给大家参考咯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我也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与旅游的分享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